大家好，我是阿普，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来教大家怎么去玩这样一个无货源电商如何去做好这个网店的这样一个运营工作，不用囤货就能够呢赚到钱。咱们说呢，现在这个电商的玩法多种多样，那么会玩的人呢，无论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总能够搞到钱。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做无货源店群，那其实的话呢，只要掌握一定的方法，那么这一块呢，做起来确实是非常赚钱的。但是呢，现在很多粉丝朋友想做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去做好也不知道呢现在还能不能做什么是无货源店呢？顾名思义，那就是没有货源的这样一个店铺。而无货源店群指的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开多个没有货源的这样一个店铺。那么店铺里面的产品的话呢，也就更多。基本上的一个操作模式呢，就是客户在我们的店铺里面去下单之后我们呢就要去某宝网上面去找一模一样的一个产品下单，然后呢直接发到下单客户的一个地址。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从中赚取一个差价，以此来获得利润说白了就是做一个中间商，赚一个差价你也可以认为呢，它是一个倒买倒卖的一个中间商那么做无货源店群呢，有很多的优势，比方说开店的效率很高，没有什么囤货的一个压力也没有什么成本的一个投入，只需要简单的运营好这个店铺呢，就能够达到非常不错的出单量，而且的话呢，利润空间可大可小。那么还有就是这种模式的店群的话呢，不存在商品滞销的问题，当然也不会出现断货的一个情况，操作门槛也是比较低的比较简单。那既然做无货源店群有这么多的优势，那肯定是可以做的，是可行的呀。那么很适合想要赚钱，但是呢又不想呢投入什么资金就能够获取收益的朋友那么现在对我们来讲，应该如何去操作无货源呢？那既然做无货源店铺呢，很容易就能够发现爆款，所以说选品非常的重要。可以说选品好坏问题呢，是决定这个店群能不能快速做起来的直接因素。但是很多刚入行的新人朋友总是做不好选品，或者呢选出来的商品总是做不出爆款，原因在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呀也许这个原因呢就是出在还是在用以前比较老的那一套方式呢进行选品，那肯定不行嘛，对不对？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好选品呢？这里呢阿普老师简单跟大家讲几点。首先第一点，那就是季节性的产品。那么季节性产品呢，相信大家应该都好理解比方说冬天到了，冬装的销量就会直线上升那我们可以呢通过某宝里的这样一个类目产品和这个活动频道呢多去关注当季的产品，做这样一个季节性产品，最好是提前1到2个月就开始呢上架布局。当然地域因素的话呢也应该考虑进去那么再来说一下时效性的一个产品那对于这种时效性产品，它这个需求呢会瞬间爆发，那只要能够抓住时机，短时间内就可以成为爆款。比方说像中秋节要吃月饼但是呢对于月饼的需求并不是1年4季都很高，那所以说月饼这种商品的话呢，就只能在中秋节这样固定的一个节日里面才能够达到很高的销量。所以说像月饼这种产品呢，就是时效性的一个产品，它的爆发期很短，但是呢在短期内的这样一个销量呢就可以达到很高。那么除了节日畅销的产品之外像那些明星同款或者是这个某音同款、某代表抖那么也是具有时效性的一个产品。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在做垃圾分类，未来很可能在这个全国呢全面展开起来。那所以说分类垃圾桶的一个销量肯定是一定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会在短期内爆发的一个产品那么大家呢可以多关注
城市的一个动态。如果说某个城市即将开始进行垃圾的分类，那么我们就可以呢借此商机呢去赚钱了。但是因为是时效性的一个产品，所以说相对来讲，这样一类的产品它的爆发周期比较短，这就需要我们呢对这类产品要及时更新呀。再来说一下第3个品类，那就是稳定性产品。那么稳定性产品呢，就是那种不会受到季节和地域影响的产品。那么这一类产品的话呢，主要就是家居日用品之类的这些产品。那比方说生活所用的一些垃圾袋卫生纸等等等等，相对来说，那么这种产品很难出爆款，但是呢，因为销量比较稳定，所以几乎每天呢都可以保证能够出单。这样的话也能够维持我们店铺最基本的一个销量。再来说一下关于采集安全怎么去保证采集安全。那么想要做这样一个无货源店群，那么就要保证最基础环节的一个安全，也就是我们在采集商品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商品的一个安全。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证安全呢？降低风险怎么去降低呢？首先我们在采集商品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采集那些品牌类的产品或者说一些数码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容易呢造成违规或者是侵权。还有如果说看到写着盗图必究的一些产品那么一定不要采集。一般呢挂这种招牌的这个商家呢都是比较注重版权保护的，所以说一旦我们采集后被发现了被他们投诉盗图就麻烦了，好吧。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对某命某代表算以及某水某代表风等等涉嫌这样一个比较封建和迷信这样一些商品的话呢，千万不要去采集，因为这类商品非常容易惹上那些这个职业打假人这个来找你麻烦，然后惹上官司那么采集商品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需要注意。比方说发现店铺详情页里面有大量的英文的，那建议呢也不要采集，因为很可能就是国外旗下的这样一个商品。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代购的资质以及这样一个凭证那么很容易就会被判定为售假。那种真人出镜当模特的商品呢，也不要采集以免被人发现是盗的图。接下来再来讲一下咱们要维护店铺的一个权重。做无货源店群的朋友呢咱们一心只想着怎么去把这个店铺做起来怎么样那可以稳定的出单，但是的话呢总容易就会忽略掉我们店铺的这样一个权重，所以说我们也要注意维护店铺的一个数据，避免出现因为这样一个质量问题导致退款的一个频率。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店铺的权重以及口碑经营，要保证这样一个爆款商品它的一个质量问题维护我们的一个信用。那么当你的这样一个掌柜信用分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或者说持续增长的状态时呢，就说明什么？你的店铺维持得很好。虽然说我们建议大家店铺里面主营的商品种类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但是呢对于商品这个店铺的商品要做到及时的一个更新多关注行业内的更新的变化及时的去更新你的产品才行那么好了咱们说做好任何一个项目都要多去注意细节的一个操作，做无货源店群呢也要如此。那么除了注意细节操作，还有就是运营思路也很重要。毕竟的话呢，做店铺的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平台的规则变化而不断去更新和变化的。那么今天阿普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项目就说到这里。很多人把主要的关注点和目标都放在赚钱这个上面，其实基础的话咱们如果做不好，那么赚钱那只能凭运气但事实上呢绝大部分人运气是很差的，好吧。那么好了，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另外呢，说句题外话，现在是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吧？而且的话呢，是一个兴趣和想法就能够轻松变现的时代。如果说你不甘平庸，想改变自己越来越受不了的现状，可以关注阿普老师的某众号，在这个某信或者是某度里面去搜索阿普说创业5个字就能看到我们会每天持续更新和分享创业
赚钱的干货，帮助大家提升赚钱能力，扩大赚钱的格局，走出迷茫最终成为自己都打心底看得起的那个成功人士好了，这里是阿普说创业，我们下期见。